真的被輸出一波，我操！我他媽都想買火星計劃，是不是 ？QA roll。他是这樣子的，他說這些問題來自於那個地推小組，然後火星的對火星地推小組。好，所以他們有一些問題，他們覺得很難回答。OK， 首先就是我不排斥多難啊！這是一集火星地推小組火考。他說對方如果跟我說我不排斥參加，但我有什麼方法可以讓我判斷要不要去？你看這是火考，就說有沒有什麼？我很想買這個東西，但有沒有方法判斷我買的東西會不會符合我？他就這個邏輯嘛，所以他就是在我想要花錢的過程中，我還是出現了一個，就是我不欠這個錢，無論他的票錢是多少錢，但我花完之後我也不會死掉，但我沒有很強烈的意願想要花這個錢，那其實你就不要去啊，因為我後來發覺，就是我們會為了很多的人找到一個角度。去希望他被某個角度打動，所以他就要來。但其實我們一直以來給火星計劃地推小組的任務都很簡單，就是你很真誠的撥通一通電話，然後告訴他我們做了一件這樣的事，然後如果你需要，那你就來；那如果你不需要，就請你介紹給另外一個人。所以我認為不要有任何一刻我們需要說服那個人。就一旦有這個心情的時候，我認為火星計劃對我來說，它的純粹意義就不大。因為你去看，我們去聽好多偶像們的演唱會啊，然後你去想象，假設某一個偶像打給我，問我說你會不會去他的演唱會？然後就我問那個偶像說，那個你可不可以告訴我，我實質會獲得什麼在你演唱會裡面？我就覺得那個偶像會覺得，這是一個這個問題，他當然可以回答。但是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沒有必要回答的問題，就是當你這麼回答了，它的意義是價值是很低的，所以我反而比較覺得是，如果有這麼一個機會，你真的認為你需要，那我們創造了一個作品，然後這個作品會帶給你人生中某一種啟發。我們那時候做登月計劃的時候，其實我們遇到另外一個問題，就是所有人問了一模一樣的問題，我為什麼會需要去登月計劃？然後到現在，到此時此刻，我們都還收到當年參與過登月計劃的人會寫信感謝我們，說謝謝你做了這個事。我也不知道我在登月計劃得到了什麼，但我總是會想起有一個人他做過這件事，然後這個精神很激勵我。前陣有另外一個同學，昨天我收到一封信，寫信給我，他說這是他第3次來參加溝通課，但其實他參加溝通課前，他根本不知道他為什麼要再來。因為他已經來過好多次溝通課，甚至他還參加過課，我記得沒錯，好像也參加過2天1夜。照理來說，他在溝通課上面的能量以及我能夠教給他的東西，就差不多那樣。他來了第3次，然後呢，他說他來之前，他心裡面其實有一個事情懸而未決，但他根本沒有找到連結，是他懸而未決的事跟溝通課的關聯是啥回？對啊，就這2個是完全不同的。對，現在還沒聽到關聯。A N Z， 對，但是呢，他就來那一天之後呢，他也沒有覺得有任何獲得，就是對於他想要解決的那個問題，他也沒有任何獲得的。隔天，他居然開始做那一件事了，開始做那件懸而未決的事。然後他就說，他不知道為什麼他受到這樣的影響，但是每當他看到我們現在火星就要這麼急，我們還在幫別人上線下課的時候，他就覺得對，我好像應該要繼續能夠往前走才對。然後昨天也是有另外一個，應該是一個妹妹吧。一個就是你可能年紀小我很多的那種高中生，我不知道是不是高中生，但他就問了我們的課程裡面有沒有什麼東西是符合高中生可以上的，因為他不想要，因為他應該看他的描述，他應該是在同年齡層裡面的人，就他有點不太懂其他人在幹嘛的這種狀態，所以他想要找尋一個不太一樣的狀態，然後他就看到火星計劃的廣告，就跑過來問我們說，除了就是像我們有沒有其他課可以給他上？那我就問他說，你現在遭遇了什麼事？他就說他人生中現在目前有很多的人跟他聊天聊不來，然後我就問他說，你是不是覺得你被霸凌？我就問了他，就我這直覺覺得好像他就想講什麼，但他講不出來。我就問他說，你是不是被霸凌？他就說他不會這樣形容這個感覺，
只是他覺得周邊人都對他很陌生，然後他也跟別人就聊不上話。這樣，我就突然想起來，《火星計劃》裡面有一個章節在講，就是孤獨跟極度孤獨的章節，就是你走到了一個沒有人能夠走到這麼深的地方去了。所以，當你在那個地方的時候，你本來就離開了所有人群的中心，你會感覺到別人對你的不理解，或者是他根本看不懂你在幹嘛。但是如果這一刻你選擇了回去跟大眾靠攏，也許你會獲得安全感，或者你會覺得舒服一點。但那可能真的不是你要去的方向。因為有些人的方向就是在此時此刻你會偏離人群中心的。對，所以我就跟他講說，如果你能夠 get 到這個點的話，那麼我就歡迎你來火星計劃。然後就過了好一陣，嘟之後，他就傳了他買票的鏈接給我。那我覺得人跟人好像就是這樣。就是你真的解決他的問題，即便那個問題是從另外一個宇宙來的，當他真的覺得心裡面有一個地方被安放或者能夠被接住的時候，他也會想要對你做些什麼事。像那天拉麵社也是一樣，有另外一個他明明就問了一個設計問題，就說什麼 logo 這樣做到底可不可以？對，那我就去回他那個 logo 這個事情，我就回他一些，然後也解決一下他上面的疑惑之後，也過了一陣子，他又傳了他買票的鏈接。然後他付了顧問費，對，他的邏輯也很簡單。他說：“因為你在這時候選擇支持我，對，所以我也要在這時候選擇支持你。”所以我覺得人跟人相處好像是蠻單純，就也回到地推小組那個問題。我們要怎麼與他人講火星計劃呢？其實就是有一群人或付出了超凡的努力，做出了一個可能未來會是世界級的作品。對，直到現在還很小，那個作品還才剛開始有個雛形。那如果你想要在這個時候感覺到最早進入比較大舞台的我們的話，那這個精神很值得你來瞧一瞧。那也許我們會搞砸，也許他跟你過去對比看過的演唱會那些都不行好了，但是我們沒有放棄，所以你來看的其實是這個精神。一群很挫，可能很挫的人 maybe 不會很挫，我也不知道，就很挫的人還是在這邊努力着，盡可能想要把這件事情做好的精神吧，我想大概是這樣。我去年不是去那個美國看 Russell Brunson 嗎？對。然後去年在拉斯維加斯，他們是5000個人的參加，付費的。OK， 一個人大概付3萬塊到5萬塊台幣，不包含住宿。我們的很便宜啊。然後Russell Brunson 講了一段他過去的故事。他說這個呢是第10屆了。OK， 第一年呢不到100個人，而且免費。然後他就放了那個照片，對，然後他那時候就站正中間嘛，他就一路放第1屆、第2屆、第3屆 ，COVID 他們也沒有停辦，也就是把它轉成線上的，然後就很大的螢幕有全部的人這樣，然後 Russell Brunson 一個人在攝影棚裡面孤零零的一個人，還是講了，對。然後我那時候在想一件事，我那時候在想說，我不曉得他們團隊在第1年的時候在想什麼。因為Russell Brunson 他們那個是一個合夥創辦人，他們是有2個創辦人，那他們核心的人呢，也就主核心的人就很 core team，其實沒有變過，OK， 理解。然後他們也就是合作很久，然後因為我會基本上我跟 Kim 跑全部 Kim 的行程，只要是跟火星計劃行程，我都會在。我覺得我昨天看你排，因為我們昨天又重新排完第1章、第5章嘛，該哭的也哭了嘛，該聽的歌也沒有少聽嘛，對，我們只差沒有現場換衣服而已，剩下我們都有了嘛。然後我就突然想到說，就是我在當觀眾的時候，我看着 Russell Brunson， 我就有一種哇，這個人怎麼變得這麼的大啊？我懂。對，他現在影響的是非常非常多的人嘛。對。然後呢？我就在想說，哇，那我們可能就是10年前的 Russell Brunson， 然後我就10年前那個 core team， 就是我們當時也不知道在做什麼。然後 Russell Brunson 就有說，他說其實你們現在看我，因為 Russell Brunson 當然是一個非常非常會 sell 的人嘛，才可以一個晚上賣掉1億的課嘛。他說，但是他一直都在練習如何 sell。他說我現在告訴你們的。他說你注意看，其實我告訴你的 template 沒有改變過。你看我10年前的書，我的 template 跟現在是一模一樣的，但是我的內容一直在改變，因為這10年來我沒有放棄過練習這個
他說錯，他當然叫 sell， 他就說等一下我會隨機call一個人上來，你告訴我你的產業是什麼，我就用這個 sell 你。他說那你以為我就是很厲害嗎？沒有，是因為我這10年都在做這件事情，他就是一直沒有放棄做這件事情，所以他當然現在就手到擒來嘛，就是信手拈來。哦，誰剛剛這寵物行業這什麼？我記得那時候上去那個人超 niche， 那個人說他專門在教小型犬，如果不在家你養的小型犬不守規矩，你要如何訓練那只小型犬？因為那小型犬不守規矩起來也很有攻擊性哦。然後他就在教，而且他是一個接近1對1家教。那 Roshan 本身花45分鐘跟他解釋，跟全部5000個人解釋，像這樣子一個個人事業，在我們這個體系裡面，你可以如何一步一步的打造你的產品？好，我現在來 sales 給大家聽。對，就是我就在想說，就是如果大家來看到，其實大家就因為其實我們依舊在辦小班制的課程嘛，就還是那種。但我有一個疑問，就是說其他的人聽到一個案例之後，他們的想象是什麼？會覺得哦，如果我也能夠被這樣解決，但太好了，會是好的。對，如果我跟他都是一樣一人公司，我就可以想說哦，因為一人公司的產品的那個形成的方式是比較可類比性嘛，1對1啊這種的，你就可以想哦，如果是我這樣，那另外一派就覺得哦，我的產品比他更多，我用比他更多資源，所以如果一個人都可以做成這樣，那我可以做更大。因此，現場就有無限希望感。那 Roshan 說，這個實際上是練出來的思維的地板。對，然後他就說，而且他跟你很像。他說，因為我們會有很多他的邏輯就是你每個禮拜都要開直播，因為他認為銷講能力是訓練的，完全同意。然後他認為，就算沒有人來，你要把它講完，因為你準備了嘛，所以你得要走一次，一個人來你也要講。然後他就說呢。他說：“你很有可能連續2個月不會進任何一張單，但你相信我，你必須做第3個月。”他就說他當年就是進單量很少。他說你真的很難想象，我等一下，他說你們都知道我等一下要賣你東西，但你很難想象，我第一天在網絡上賣東西的時候，根本沒有人鳥我，完全沒有人知道我是誰，大家都覺得是哪來的屁孩，因為他就是那時候是個孩子，20幾歲，然後大家都覺得我是屁孩啊，然後學了一個什麼，學了一個邪門歪道。決定要改變世界，講出了我的一生了，是吧？然後他就說，對，然後他就說，而且就說沒有人知道他在幹嘛，他老婆也不知道，他爸媽也不知道。他說可是同性戀，他說可是在這麼艱苦，然後他說好，那你現在會覺得我以前過得很艱苦嗎？那事實上我也沒那種感覺。他說我在金錢上面有可能是艱苦的，因為 Roshan Branson 以前真的很窮，對，真的是窮困潦倒，大概那個類型。他說可是我的心智上沒有艱苦，因為我始終認為我在做一個真的可能會成功的事情，且會幫助很多人的事情。他說所以他說我 kind of 是很狂熱的在做這件事。他就說後來他得到一個道理，就說如果你不狂熱，那麼你不會影響別人，我同意，因為那個狂熱那個影響力是要散發出來的嘛。他說，所以很多人會說 Roshan Branson 是邪門歪道，因為那個 Sales Funnel 真的被太多人講過了。那他又 Sales Funnel 之王，就是這個世界 Sales Funnel 的源頭就是他，因為他上面是 Dan 嘛 ，Dan 他把他老師買下來了嘛，所以他就是源頭啦，沒有人比他更強啦。他說你當然會被說你是邪門歪道啊，因為太多人會轉譯你的話，而轉譯的不精準，當然沒關係，但偏偏你又很狂熱，他講解 Sales Funnel 仿佛就是我跟你講這個東西就是你這樣子，他可以講8小時不停。他說所以全部人都是一步一步上來的。那我就在看，就是我們在看我們準備小聚的時候也是，就是我每個禮拜看排演的時候，我都有一種哇，這個禮拜又不一樣了。你很難想象剛進排練場的大剉賽對 Kim 跟昨天我們看到的 Kim。然後跟還有1個多月之後在舞台上，就是我覺得那時候峰哥跟我講件事，他說我姐她給我一個人生建議，然後他跟我說，你不要永遠把你的夢想想得太小，因為你太容易有一個看到很大聲，你就會覺得哦，可是我不行。對，他說可能你不要，那我說那我如何不要？他說你永遠去跟更大的人在一起，你就會覺得
你就應該這麼大。所以我覺得就是鼓勵全部，如果你生命中有一個大夢想，然後你不知道，因為你身邊沒有人會理解你，你就只是覺得全部人都覺得哦，你為什麼要做這個？你想太多，你就是說那些大家都會說什麼啊？能夠站在小巨蛋就是毛麟鳳角的人啊，就是怎麼那麼多人站在小巨蛋？可是你也有你自己的小巨蛋的夢啊。I mean， 你也有一個夢，是你覺得對於他人來講那就是小巨蛋。然後那個如果你來看，你會發現哇，就真的是一個素人。然後一路到現在，我覺得那是一個鼓勵。大概是這樣子。熱淚盈眶。對，所以推薦你們來，就是你會被啟發很多，而且那個啟發不是说你真的會去幹一件大事，是說你會開始相信。我覺得那種相信，如果我看到這樣，我也可以成為這樣。我是去過 Russell Brunson 之後，我才相信，就是回來我可以辦年會。然後我也是看完 London Berry 之後，我才相信說，哦，個人與公司的分離是可以的，因為它分離了。就是我覺得那是一種他人看到，所以你相信了，看見之後相信。對，看見之後相信。所以如果你也是那種看見之後才相信的人的話，你真的很值得來，好嗎？7月1號，這個要轉到小巨人是實驗島，小巨蛋見各位，拜拜。